大家好，我是杰奇哦。最近任天堂的 Switch 2上市哦，台湾也即将推出。我们知道任天堂的核心理念从来都不是追求硬体速度这些性能规格哦，更着重在带给我们独一无二的游戏体验哦。大家最期待的还是看任天堂这次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有时候下班后只想安静的玩个游戏哦，完全不想社交。但有时候觉得一个人玩游戏实在有点无聊，好像要太安静。今天要讲的这件任天堂专利哦，就是针对社交系统的改良，让单机游戏变得像连线一样有陪伴感。同时，透过轻度互动的配对技术，带来一种轻松无压力的社交游戏体验哦。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专利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找不到队友，玩得很孤单哦。在传统的多人线上游戏中哦，玩家登录后通常会先进入一个大厅，在大厅里面，玩家可以看到其他在线上玩家哦。一开始玩家需要在大厅里开一个房间，也可以选择加入别人已经开好的房间，当房间人数凑齐之后，才可以开始关卡或任务哦。那这样的设计其实存在一些问题哦。像传统的多人线上游戏只能配对同一个大厅里的玩家，也就是说，如果你刚好被配到一个人很少的大厅，或者是大家想玩的关卡不一样，你就会很难找到合适的队友哦，最后根本无法顺利开局，甚至干脆放弃变成单机游戏哦。第二个问题是要凑满人才能开始哦，等待时间很长哦，很多 MOBA 游戏常往往需要这个凑满人数才能开始。那如果你是单人玩家，或者是你跟朋友只有2个人，就要花很多时间等其他人加入哦，中途如果还有人离开，还得重等一次，就会导致整个体验被打断，玩得很不流畅哦。那任天堂这项专利到底是怎么解决到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哦？首先，它提出一个双阶段配对机制哦。第一阶段世界房间配对哦，当玩家登录游戏后，系统会根据玩家的记录自动配对进入某一个世界中的房间哦。这个世界底下有很多房间哦，例如世界1、世界2、世界3哦。每个房间可以容纳固定人数，比如最多30个玩家。在这个世界房间里啊，玩家可以控制自己的角色在地图上自动走动，同时也能看到其他真实玩家的角色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哦。这些角色会显示他们的位置，但彼此操作互不干扰。这个设计就像是走进一个线上的虚拟村庄哦，你可以看到其他玩家正在做什么，是不是聚在某个传送门旁边啊，准备一起进入某个关卡，带来一种我不是一个人的这种陪伴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沉浸感与互动氛围哦。第二个阶段，关卡房间配对，当玩家选择进入到某个关卡时哦，系统就会触发第二次匹配机制哦。这次的配对不再只限于你所在的世界房间里的玩家哦，而从整个世界中所有登录玩家中找出在相近时间点选择同一关卡的其他人来组队哦。这样就不再被限制在小房间中，配对更灵活，速度也更快。即使当下没人，你也可以直接进入关卡，一个人开始游戏哦。之后其他玩家仍然可以陆续加入关卡，不会像传统系统那样需要等待凑满人数才能开始哦。这样的设计让你进入关卡时，不一定一开始就有其他人，但可能在游戏途中遇见队友追上你，又或者被你超车，你们之间不会互相干扰，但可以看到彼此。第二个核心技术就是互不干扰的多人游戏体验，在这样专利中，任天堂采用一种技术叫做远端角色，意思是说，当玩家进入同一个关卡时候，可以看见其他玩家角色出现在画面中哦，但这些角色只显示位置和动作，不会参与碰撞判定、战斗逻辑或物件互动。简单来讲，就像你在玩游戏的时候，看到其他玩家的残影或幽灵图案，这些角色可能是半透明的、彩度比较低或做成黑白的，那你一眼就知道，哎，这不是 NPC，这也不是要互动的对象哦。玩家装置之间只交换角色的位置资讯，不会交换敌人位置、陷阱状态、道具机关或跟任务进度有关的资料。每位玩家的主机独立处理自己的敌人、地形、机关逻辑。远端角色跟你的角色不会碰撞，不会抢怪，不会影响彼此的游戏流程。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穿越别人的角色，但不会挡住你的移动。不会干扰你的攻击或让敌人产生反应，每个人还是在玩自己的那一套，但画面上看起来就像大家一起在冒险。这样的设计哦，你可以看到其他真实玩家的游玩行为与进度，像看到有人在搞笑乱跳啊，或者在你旁边被怪物打爆啊，这些画面增添的陪伴感，也让冒险的旅程不再孤单哦。进度上每个人玩的是自己的，但情感上就觉得有人跟你一起玩一样。任天堂还设计了一个轻量协作系统来强化这种非干扰式的互动哦。如果你或远端玩家死掉变成幽灵状态，只要有其他玩家靠近你，就可以让你复活。被救起的玩家会重新回到游戏状态，不用再从头开始或重新配对。帮助者也不会被中断或受到惩罚哦。玩家也可以放置道具让其他人捡取，例如补血道具啊、资源物品。你放出来的道具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并且捡取行为不会让原本的玩家失去物品哦。其实这些帮助都是零成本的，不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哦。这样的情况，相信大家都会很愿意帮忙，也让玩家在游戏里感到我真的不是一个人哦。有一些观众应该有看出来，这些任天堂专利哦，里面一些技术现在已经应用在某些马里奥系列的游戏中哦，比如说死掉后变成幽灵，其他玩家靠近就能帮你复活这样的机制哦。我在想啊，如果把这样的机制导入到像《萨达传说》这样的大型开放游戏世界中，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哦？想象一下哦，当我站在攻略一个难度很高的小波营地时，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角色出现在地图上，观察他们的打法、走位，甚至是失误，我是不是也能从中学习调整自己的策略？如果我在战斗中失败变成幽灵，别人靠近我就能把我救回来，或是我看到其他倒下的玩家也可以顺手救他一下，这些动作虽然轻量。
也不会打断节奏，却有一种互相帮忙，不是一个人冒险的感觉哦。再举例来说，有些任务中可能需要特定的道具或资源，但我始终打不过或找不到解法。这时候如果其他玩家丢下一些补血物品哦，或者推进任务的道具，我就会真的感受到有人和我在这个世界里一起努力哦。当然，这样为社交系统如果要导入像萨达这样的大型开放游戏世界里，还有许多地方可以优化与发展。但我觉得这样的设计真的能改善传统单机游戏孤单的感觉哦。那不再只是跟 NPC 互动，而是有那么几个活人的影子陪你一起探索、一起冒险，即使没有语音、没有对话，也能带来一种这世界不止我一个人的温暖哦。好了，这专利大概就分享到这里了。其实这些专利还有许多细节可以跟大家来深入讨论哦，但影片做太长了，大家也不太有耐心看下去哦。如果你觉得这个主题蛮有趣的哦，欢迎在留言区一起来讨论这样的设计还有哪些应用可能。我是杰奇，解析专利带你秒懂技术原理哦。谢谢你看到最后，下次见，拜。